亚洲人真的是最会写旋律的一群人。我们身边其实非常多这样的朋友们，但其实他们都没有过特别好的生活。这张专辑的很多部分其实都是在写武汉和这些朋友们。乐队和制作人 Eric 我们一起提出了 Asian Beat 这个概念以后，我们决定不流于表象，不是像北京西站那样，也不是一定要用二胡去玩爵士乐，或者说用琵琶去表现电子乐。我们希望做更内化一些的，作为亚洲人的情感旋律，最能触动我们的这种连接。录歌的过程中，我们制作人说我们越录越像埃塞俄比亚爵士，其实我们那会儿根本都不知道那什么东西，但是我想他可能说的就是一种非白人的音乐风格的感觉。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懂我们。这次我们录音过程中加入了一名管乐手，就张一伟老师，他给我们的音乐带来了新的律动，然后律动音乐其实是音乐中最难掌握的一个部分。他有时候吹长笛的感觉好像在吹竹笛，真的很有灵性，在跟我们。他让我想起李安导演导的电影《卧虎藏龙》。我们制作人 Eric 除了在音色上、结构上会对音乐有所把控以外，他也会对我们的内容有所把控。比如说这次的天东阁那首歌，它原来是一首歌叫 R&D Cruising， 这一首歌是他听了那个歌的 demo 以后，建议我们用这个尾奏去再发展一段新的动机，然后才写了天东阁这首歌。所以这首歌的结构呢，可能会相比其他歌更简单一些。制作人的参与除了让这个整首歌听起来更亚洲以外，还增添了非常多的力量感。EP 的名字叫《装高手》，我们的专辑封面是一只中华狸花猫，它用了一些比较粗糙的手绘的质感，它的配色上也有一些比较内敛的美感，它其实是我们附近的一只流浪猫。专辑中的飞车记是虚构了飞车到太空上的画面，每次我们演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像是在看电影，就像是电影里的画面一样，就感觉滨口龙介把那个车开到冥王星上去了。我们都喜欢看电影。Here we go。我还喜欢邵氏兄弟的一些电影，我小时候看了很多邵氏兄弟的功夫片，非常装高手的感觉。其实我们这张专辑为了增强一些画面感，我们做了一些拟音的设计在歌里面，比如说转向灯的这个声音在节奏里边，然后还有这个汽车油门的声音，大家仔细听能听到。我们在歌里提到了非常多的意象，比如说飞机、车、水，还有船。很多人，包括经纪人也在问我说，这究竟是想表达什么意思？但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它对我来说，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画面感。我就是在想象船在行驶，水在流动，车在行驶的这种感觉。兜风，我们当时在排练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在骑自行车出去遛弯放松的时候的感觉。但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歌词在写什么。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没写歌词。落水流这首歌就是你最晚写歌词的那一首嘛。它这个其实我看完歌词之后，它给我一种就落水嘛，就是瀑布嘛，顺流而下的这种流畅感。
我觉得这首歌的贝斯 line 是我最喜欢的，它有一种好像船夫在划船的感觉，顺着水流在划船摇桨的这种感觉，就是大家听的话就能听到副歌的那一段，它有那种慢悠悠的这种悠闲的行进感的东西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贝斯 line， 就非常像高手的那种感觉。哎，我想到了这首歌，可能我想写的是旅途，只是表达的方式可能更轻松一些。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儿，就是有一年过完年之后，从家里回武汉，我的家人对我说：“旅途愉快。”